前不久，华为公司正式推出了华为 P40 系列新品，并且它在摄影领域又迈向了更前一步。虽然它在手机界摄影领域有一席之地，但最近有个话题在围绕华为 P40 手机的零部件均来自哪里供应。在有这个问题之前，原因是美国对华为公司一直在执行禁令，导致部分外企不会与华为再继续合作。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一下华为 P40 配件的供应商均来自哪里。最近，来自微博网友爆料了华为 P40 系列配件供应商列表名单。这份名单中显示，华为其使用的关键组件制造商大多来源于国产提供。当然，这些里不包括华为自主研发的处理器、音频控制器等其他的专有技术。绝大部分中国公司为华为供应了其配件，而且出现美国公司提供的零部件很少。华为产品一直非常注重摄影，可见在镜头方面一定下了不少功夫。而在爆料的图片列表中可见， P40 系列镜头模组配件供应商均来自索尼、大立光、舜宇光学、欧菲克、丽景等等的一些供应公司。关于镜头成本，余承东在之前也有对外描述，每部 P40 上的摄像头成本是$100，甚至可能超过了$100。在指纹识别传感器配件中可见，供应商均来自了汇顶科技、欧菲光、秋泰科技，外观防护则来自蓝狮科技、伯恩光学，屏幕供应则来自中国京东方公司和 LGD。有早前来自京东方公司首席就有表示，京东方为 P40 系列里提供了显示屏，它是仅次于三星在全球拥有第二大 AMOLED 屏幕供应市场。在中国市场上，它的份额更是达到了 86.7%。当然，京东方为 P40、P40 Pro 提供了屏幕面板，但华为还有一款更顶级的 P40 Pro Plus 产品，据说会使用三星的 AMOLED 面板。这两家公司，一个韩国，一个是来自中国。显然，华为 P40 和 P40 Pro 的销量要远高于 P40 Pro Plus。虽然后者的一切更高端，价格更贵，但事实中三星的屏幕要比京东方的 AMOLED 面板更好。在以上的这些配件供应商中，可以总结一下，除了个别在日本、韩国提供的配件外，剩下基本都是来自中国供应商提供，甚至是包括中国台湾公司在内。对于华为公司内部组件分析，有来自国微科技公司对其内部拆解后得到的结果。除了以上的核心配件外，在机身内部是由来自美国公司提供的配件，虽然发现有，但是很少。在每起的配件中，这其为射频前端器件。华为 P40 依旧是使用了高通公司等以及另外两家的美国公司的配件。在华为被禁令之前，华为在一定程度上一直在使用美企配件，其射频模块美国这三家公司一直是处于巨头领域。在当初，华为也有可能在为后续1-2年的产品进行了备货的预算，即使到了现在，这些配件其仍然可以继续使用。现在华为仍被美国禁令中，导致部分美国公司无法与华为合作。接下来的时间，华为需要做的是尽快找到替换美国配件的供应商。另外，现在还有消息爆料，华为以涉足 RF 前端中最主要器件 PA 功率放大器的研发，在 5G 中后期由海思芯片自行补给，这也导致华为产品越来越国产化，更多的供应商企业均来自中国。在全球最新的华为产品中，华为已经没有任何谷歌服务包含在内，而现在正逐渐更完善自己的 HMS 服务，即现在在内的华为应用商店。根据介绍，现在华为商店是谷歌商店和苹果 iOS 商店后的全球第3大应用商店。在每月，华为商店的月活跃用户已经超过10亿，包括在内已经拥有多达 5.5 亿个 APP 上架华为商店。可以说，在全球，华为、苹果、谷歌商店，他们的用户已经三足鼎立，并且华为未来的前景更光明。包括现在的 EMU 系统，在全新的 EMU 10.1 版本中，系统底层框架为华为 HMS 服务，微内核和方舟编译器也被载入了新版本系统中。华一旦将安卓底层服务替换，
从而摆脱 GMS 服务也就完成了，并且新的操作系统还可以认为能拥有更极致流畅的体验。好了，今天内容就这么多，欢迎关注、点赞和留言互动，下期内容我们再见。